各位，当这个旅行 YouTuber 真的蛮难的，已经起床了，还要再先按相机，然后再回去假装睡一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na。那现在呢是1月9号早上10点钟。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间非常厉害、非常牛逼的一间公仔主题餐厅。那相信一定有很多人看过了，但我还是先不说这间店名，等一下大家跟我一起看下去。那我跟老板是约中午的12点钟，那现在已经是11点09了。那我们预计是11点半出发。那我现在人还在逢甲的一间商旅，那我昨天就已经下来先住一晚了。等一下吃个早餐，就直接开车前往彰化和美吧。Go！穿这狗卷，好不好？狗卷，高潮吧！我刚才很怕打开门有人，然后那边喊高潮吧。现在去他那个露台，这饭店有一间露台哦。我的友人应该已经帮我买好早餐了。我怎么觉得你出来之后就有阳光一点点的？你不觉得吗？有点热。对啊，你看。对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现在快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前方的路，好不好？又大又宽，感觉这整片都是蔡哥的。说不定小蔡哥能买这么多 GK， 因为这边的田都是他的，好不好？说不定，我说而已。你看，传说中的布条，专属布条，小蔡的布条。哇，超多布条哎！来，可能小蔡哥是乐于分享的人。OK， 各位，那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我们小蔡哥的小蔡欧布鲁公仔餐厅。当初怎么看到我的影片，今天会邀请我？其实我早期看那个你们去玩具的时候，他们在送你公仔的时候就已经知道，然后后面就是你跟黄董去拍开箱影片，然后你有去泡泡那边的玩具那边，所以其实就开始知道了。哥也算是我们的开箱始祖，因为3、4年前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人买，对，也没有什么资讯，小蔡哥他就已经在拍开箱了。那为什么到一个时间点就没有拍了？开店之后就有很多事情要做，那我其实光开店的事情就没有其他的时间去拍开箱这个东西。所以那些你最早买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事？对，还没有。停更之后就是刚好在准备规划这间餐厅，到开餐厅之后，原本还想说要继续拍啊，可是又真的挪不出时间出来。这间餐厅小蔡哥没有拍开箱之后，这间餐厅开了，那也经过了4年。这也算是小蔡哥的一个收藏成果展。这个成果展会一直每天都在变动嘛？对，就是不定期，就是有新的公仔进来就会摆出来。因为小蔡哥的餐厅已经有非常多人拍过了，包括我们的乔老师、Fendi， 然后还有我们的公道伯，你可以去看一下每一个人拍的，其实收藏都不一样，也可以看出餐厅的一个进化史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以很少见的或是小蔡哥这边新东西为主，那我们就前进吧 ，Go！各位，那映入眼帘的呢，就是我们这尊女帝。这尊女帝我记得是去年吧，去年才一起到，因为它分好几箱，椅子是最后到，因为很大箱，所以可能清关比较难。其实他们有分好几批，他们第一批出货的时候，它椅子的包装没有做好，所以其实很多人断椅子。
哦，那后面它还变成增强包装。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这个坐垫是软的？是软的，是软的，所以一般也可以装上去。可以啊，我当初开箱我就装上去。鲁夫这是我第一支的1:1，收了这一支之后蛮喜欢，之后有出1:5几乎都会买。是不是早期1:1都会做这种比较像亚麻布料这种材质？现在也几乎都是，因为你说有这种刻纹的话，衣服的纹路基本上都是用3D 列印做出来，所以他们为了要做出那种拟真感，所以他都会用这种衣服的纹路去制作。有的人就不喜欢，我有一些朋友就告诉我说，为什么衣服要有纹路？动漫的话应该没有衣服纹路吧？它就是平滑面啊，平的。所以他们就说，那干嘛一定要做纹路？就是做成平的，比较符合动漫2D 化，这样不是比较正常？那我们来到柜台。这边就是我们泰哥的这个餐厅的这个 logo， 这当初也是启人设计的嘛？这3个头像启人家画的，然后其他都是我太太自己设计。其实这餐厅大半都是我太太自己设计，很像3D 图的东西，她自己画。所以我们这个也没有请设计师。好，那其实呢，这整间餐会看到很多小泰哥最初是玩拼图的，是一个很有耐心的。你在拼的过程蛮有成就感，就是慢慢拼，快要完成的时候，拼完的时候你就很有成就感。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，怎么拼老是拼不起来。所以我原本也是从小片数开始玩，比如说像100多片、200多片，那你拼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所以你最多拼过几片？就2000片。这两个都有2000片。片数跟难度应该我觉得不是最直接关系吧？有要看，就是蒙太奇那个很难拼，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小的图案，就是你眼睛会看到晃。你拿来仔细看每一幅、每一片都有它小故事。因为一般拼图是没有旁边的框的，都是在后来去定制。听说这个定制也是一笔费用。像那个2000片的一个横框大概要6000块哦，然后那个强者天下比较贵，它有贴金宝。强者天下这个框就要1万，都比拼图其实没有到很贵。对啊，表框会比较贵。为什么要表框？是因为最便宜的框就是会压框。压框就是说这边的边边角角它一定要固定住，它一定会压到旁边这个东西。那有一些地方它就会压住，你就没办法呈现出来。然后就是让它有一个距离。对。说像这种有突出的概念，就是看起来比较有立体的感觉。我总感觉玩拼图比玩 GK 还要累一点。玩拼图其实最大缺点就是摆不出来，因为你一面墙你买的拼图，你家里墙壁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你其实很难去全部裱起来。好，各位，那这一尊又是一尊1:1的，其实真的台湾你要聚集这么多1:1，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对啊，也只有像小一个有这样的空间，才摆下这么多1:1。那我这边可以小小一个提问，这样一个柜子这样打造大概要多少钱？现在听说疫情过后涨蛮多的，这一柜索隆的话好像2万5至3万上下，因为很少人会做到这么大的柜子啊。它这个柜子也是现场来组装的。他说一般做那么大都是更衣柜，在里面换衣服真的也没问题。只是说，外面是看到里面，然后我后面其实是一个小孩的游乐区，只要怕伤到小孩啦。你如果说东西倒了砸伤小孩了，就真的蛮麻烦。又折臂。好，各位，那我们来到这个最大的一个展区，从这间店开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打算要这一间。对啊，我原本就是规划有一区一定要放我的公仔，我这7个货柜互相连接。对，然后其中有一区就是做公仔展示区这样子。这边的东西多到不知道怎么介绍，各位不用担心，我每一个都会扫过一遍。今天这一集就跟刚刚我们说的一样，就以特别的这边上比较少看到的，然后跟一些老物为主。虽然说大家都会从这边开始介绍，但我们也一样懂啦，因为毕竟我们之后就是这个门面2尊钢铁，中间这个大熊，所以这也是蛮稀有，它也是算是老物，指 GK 的第一个出这么大型。他这间工作室也蛮好笑，就是他都统一做132人分，每个角色都132人，所以他索隆、香吉士、大熊全部都132。应该说这样很好说，但是说人物比例会怪怪的。对，他比例就很奇怪，一进来就先迎宾，所以我这个就是放正中间也是这样。旁边这就1/2的钢铁人，它也是有版权。像这种应该就蛮贵的。它预购的话好像要6、7万吧，因为它也算是老物了，所以我后面是回追的，回追好像1万多吧。美漫这种也是会掉价，你要看状况，因为它太大只了，很少人会。那这个又是不同的，两个都是 IA 的，然后他们出很多型号。哦，只是说他们地毯就没有统一。对，它地毯没有统一，就是每一款的型号都不一样。台湾玩美漫很少，我主要是因为它是电影版的关系啊，基本上买都是以那个电影为主。像这个就是在那个复仇者联盟
那个电影。对啊，像这种造型就会比较红，对啊，贵一点。贵的话好像差不多。它也不会因为电影去涨价，除非像这种人像有肖像的，因为它还要多一个肖像费，就是有这个头雕的就会更贵。那接下来的都是 PVC， 大家来会比较主重在 GK。小蔡哥这次想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PVC 的部分。就是如果刚刚说派别很多啊，就比如说像雕像、日漫、美漫，然后这个是 PVC 这一块又有不同的收藏的玩家。PVC 的话，一般来说就是有一些其他类的动漫啊，比如像这个就是《刀剑神域》啊，他们又有分就是各个厂家不一样。比如说早期人家说御三家就是 GSC、MF 跟 ALT 一样，这3家就是做的品质，他们所以会比较好。后面就是说还有其他厂，比如说像强壮色或者什么东西，所以其实你玩 PVC 的话，也会跟玩 GK 一样，也要看哪间工作室。像我本身就很喜欢 ALT 啊这些工作室，所以我这边刀剑神域绝大部分都是 ALT 啊，它简称就叫大 A 啊，大 A 就是出了很多东西。他们全部都正版授权，但还是要看工作室也是。对，因为厂商做工都不太一样。那入手的门槛应该就比较低。也没有到很低，因为最近 PVC 越来越贵。像大 A 的话，这起码一支就是要4000至5000。哇，像同人的话，好像也就快要5000。而且现在 PVC 又涨价又更贵，当然有那种这种大小的，可能就要6000到8000。应该跟那个技术这些。我不太晓得是技术还是工人原物料涨，它也有可能是当韭菜那个。他们有出4分之一，这也是刀剑神域，它好像花了2万多吧。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便宜，因为其实 PVC 大家普遍认为都会觉得说是海贼王 POP 那种等级，或者是会那个剧院的等级，可是其实大概在 PVC 里面算是比较中下值，因为 PVC 有的做的很精致到你一点异色都看不到，包括你说那个涂装的质感都差蛮多，有一些还会触感蛮好。我现在才发现，那哥有特别说，因为我怕有一些正义魔人会讲话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来蛮尴尬，因为小孩来这一群，他们说妈妈你看，他露胸部，他胸部好大，他屁股，然后讲很大声，我在那边听到就很尴尬。通常小孩家长都这样子，可是那个小孩就很天，他不会觉得他讲什么东西，对。那就是这边也是包括，也就是一些 PVC，有一些是18禁的，就是他的衣服或者是内裤是可以脱，可是我本身不喜欢可脱啊，所以基本上我就是比较喜欢它比较3期路线的概念。它旗袍这一系列我本身也蛮喜欢，也蛮多女生喜欢的，这个也都是18禁，也有蛮多玩这一块18禁的，那他们就是一定要给他脱，就是对。这边其实有个故事，就是我原本不知道这个动漫跟这个游戏，我只是单纯觉得这个好看，某一只角色好看，有朋友就跟我说，这个有出动漫，我去看看蛮好看的，然后就是原本一只，然后就是看到那个动漫之后就一直买。Fate 赛巴那个路线还蛮感人的，那时候就是不想要让他死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想我阻止了他死，对，类似那种概念。OK， 那这边呢就是我的进击的巨人群，跟哥聊到说，就是其实哥看的动漫也是慢慢越追越多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主要还是以海贼王为主，后面开始追其他动漫，就会觉得说，他动漫做的还蛮紧凑，像进击的巨人，我看完之后，我现在最喜欢的动漫。蛮烧脑的，真的。他拉到后面之后，又会让你去想要看到前面。对。那我目标就是把这9大巨人都收起，然后以力量工作室为主，这样。这就是跟公道伯看一下那个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他这个就是恶魔猎人，但丁跟他哥哥2个对打。那2只之外，他有2只是变成形态，那我拿去给人家魔改，还没有好。然后他们可以拼对接，就是变成战斗同时角度的问题啊。不然其实他们2个是一个可以手枪对着他哥哥，然后他可以拿刀去砍他的，就是2个是互拼的状态。可是这样就看不到他的脸，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只能牺牲他们对打的那种感觉。这2个也是完全没看过，就是觉得好看就买，就是没性感。你到后面收 PVC 很多美少女公仔，你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。接下来就进入到熟悉的领域小时候童年游戏王，我都喜欢叫他冒险王，因为有的人都会很纠结这个名字，一定要把它讲正确。我小时候也是回忆啊，那时候都很希望就是卡牌召唤的时候，召唤兽会跑出来。我看到这个工作室就是从卡牌跑出来的概念，我就觉得蛮喜欢的。就是黄蜂这一系列的，对，他就会出3换。太阳神翼神龙的话，开立一段时间还没到货这样。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太阳神翼神龙可能塞不进去，可能到时候要把真尾黑龙拿掉。哇，这边就是混搭，基本上10色
神嘛，那死神里面我比较喜欢就迷怒，所以基本上都是买迷怒比较多。我记得这个是可脱的。对对对，它是可脱1/4，它有一个很大的地毯，因为它地毯太占空间了，所以我把它用成这样。而且那个地毯我记得景也没有到很好看。对，景也没有到很好看，那有跟没有一样。再来就是我看过的宇宙频道最大宗的拍的《火影忍者》，但其实老实说，很多我没有看过这是不是也是算以前的？因为这也算是老物了，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魔丸电堂，所以魔丸电堂出的我通常都会买，除非不喜欢的角色。火影模式是神奇，它最右边那个它是我第一只收的火影忍者 GK。我看这须佐人物颜色也是有点褪色，这个就是经典的3人，这个是我蛮喜欢的场景，就是楚铁救对，就是高配版才有后面那只。然后再小组织，这个也是一系列的魔丸殿堂，只有这个小男，我觉得这小男是 CS， 魔丸殿堂的小男比较没有那么好看，不好看到需要买 CS 来配吗？其实也没有到不好看，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来说 CS， 当然后续出的小男有一些也蛮好看。魔丸殿堂的会比较大一点，它比例大概是1/6左右，CS 大概是1/7左右。再就是变形金刚，这只暴龙其实还蛮帅的，而且体数很少，就是要收也不好收。然后它也算是早期人物。如果大家有看电影，它就是在那个山谷里面。对，跑出来的。大黄蜂也是动画做的很好看。我会喜欢 P1 意思就是说，以他以前那种老物的涂装真的很厉害，有时候看起来好像真的金属。这就是七龙珠系列，七龙珠我是有看，我真正比较有记忆是 GT 啊，可是 GT 就是大家都觉得它不算是正史。因为毕竟好像是动画所画的，所以 GT 也出的比较少。你能买的 GT 的东西就是像这一只，然后其他基本上都是在出那个，比如说七龙珠之一，然后七龙珠或者是七龙珠超。这边原本是要打算凑齐不同各个形态，就是可能超1、超2、超3、超4那样的概念，只是后面就是没有出到好看的其他形态，有出超2还蛮好看的是那个 P1S， 可是 P1S 实在太贵，所以它有很多版本嘛。对，它有很多版本，可是我觉得它超2是最帅。这边就是DD 系列，我太喜欢的东西。它一只也不便宜，一只大概2万多。我这边主要是以美少女风格的。它是主要是在玩它的换装的部分。很多人会换装，然后有一些玩地列，他会把它带出门，他们有一个包包，然后把它带出门，他们都叫他女儿帮他整理头发之类的，就有点像芭比娃娃那样的感觉。下面这个越来越不懂了。下面这个也是女角系列，有一些很多也都是原创的，像这个开天出的，它是孙尚香，就是三国孙尚香，它也是出一系列的，它不然还有出。张飞、关羽那些，就是骑马。对，还有赵宇，骑马那个空间蛮大，因为马是这样。对啊，空间蛮大，所以没有办法。像那个单人物的还可以，比较不吃空间啊。后面那一个是审判之翼，不知道是3D 原型设计得冠军，然后才把它量产成玩具。我当初会买是因为它有脸，因为它像韩国妹子，那时候很少出这种漂亮的这种写实风格的女生，它当然是越出越多，像这个也是。这个好像也是韩国艺术家做的，就是拿镰刀的女生。这一只腮绣是小辣椒，它也是原创的一个画师设计的，他就画一个图跟腮绣合作，然后腮绣把它量产这样子。可是它的涂装就比较差一点，因为它价格相对比较便宜，7、8千左右，1/4，算是还可以，就不要求它的涂装。这个就是1:1的哆啦 A 梦，就是摆下面，因为小朋友比较好观看。然后再来就是1/2的索尼子，它也是老物了，那个也不好买，因为它已经出很久了，你要去回追也追不太到。它这不知火舞就是 HMO 出的，比较像徐怀钰啊，也有点像徐怀钰台版的。对，跟现在比起来的话，可能大家就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看，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是皮子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看人，我觉得还可以，因为它的线条刻画、肌肉纹路跟皮肤做的还不错。好，各位，那其实呢，我们这边还有将近一半的收藏，那都是有关海贼王，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没有看海贼王，剩下的好不好，我们就放到最后，每个月都会扫过一次给你们看。那真的想要看到实体的话，直接来泰戈的店来看一下。那接下来就是偏大型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最中间这边泰戈到底都放了些什么。这就是一比小，我刚刚就是说有一些刻意要去做那个细节，就是它的毛毛，因为它毛毛一颗一颗的，就是看起来就很恶心。它那时候也是差不多刚开始，大家在转3D 列印的时候，他们为了要做出那个毛毛的细节，就可能颗粒做太粗了。然后他那时候刚好是猪年，所以他背包后面有一只佩佩猪。真的。
下面这是中国风的海贼王如海九龙，就是当女划龙舟。对，这个就是那个以前台湾海贼王专卖店在卖的啊，可是它这样抽奖就是只有10只要去抽，可是它虽然说是台湾10只，可是因为它是台湾独卖，所以其实全球只有10只啊。这个香吉士就是我刚刚店里在进来的时候那只大熊，就是那个工作室出的，就是一定要132公分，就是这只工作室。所以它这个也是132公分。那这个也是132公分。对，132公分。因为它香吉士跟索隆这样两个互搭才会比较好看。对，不然你单独看会觉得还好，而且他们的脸其实面相没有做到很还原，可是你其实共鸣起来就觉得还 OK， 而且比例大。对啊，够大就会蛮爽的。这个是变形金刚反派，它叫震荡波，就是它就是从地上会有这个钻地层钻出来，然后它再从地上慢慢浮。电影是这样子，地台大之外，后面有那2根。对，那2根，其实那2根很轻啊。所以这样一尊当初的售价大概多少？这一支好像9万上下。哇，所以这一尊算是做的非常好。因为它很像真的金属，包括绣画涂装，这个大概是 P1S 里面最好的。这就是刚才说的蒸汽的作品。我远看其实还蛮帅的，因为其实它还是很经典，就是天火刻锅，就是后面展开的记忆。第一，它的做工就是它的涂装细节没有到那么好；再来就是它偏干净嘛，它理论上应该会有蘸水，比如说像机油或生锈的涂装，或者是应该会有一些沙，因为它在沙漠上面打，它应该会有一些沙子的涂装，呈现的不够啊，所以你会看起来就会很怪。再来就是最大就是支撑棒的问题。对，因为其实很讨厌支撑棒，然后硬塞给你就算了，然后还都会软，对啊，最讨厌就是这个。会做工不好，我猜的原因也是因为它赶工，开订到拿到货差不多1年还是1年半就到了。你像隔壁那个震荡波，他等了那么久，对啊，所以很明显他们就在赶工啊。那你们自己在订的时候会不会想说，哇，这么快出货了？其实那时候很相信 P1S。因为你收到前面几款都做那么好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应该很棒吧？有些人会先到货嘛，看到支撑棒，然后就是心就先凉了一半，我怎么有支撑棒？那后来就是看到一堆人开始有在一起，还没到货就叫人家先去找那个铝棒，因为有的人先到货会量那时就换成铝棒或者是铁棒。所以你这个已经是铝棒了？对，是铝棒。里面还有只1:1，你过来看一下，里面那一只开始就直接在那里，没空间了嘛？对啊，没位置。之后很爱把这个门变成玻璃，就可以放进去。然后之后还在思考，还在想怎么用。这边放公仔，就是门这边开。从这边开。哇，这样要组装很难的。其实就是你要一个人在那边看有没有摆正。那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，入坑到现在，这间店大概投入的数字？单纯开餐厅不含公仔的话，就大概1000万左右，包括设备，然后跟这些场地。所以这边就是从0到有这样。对，慢慢起来。那如果以公仔来说的话，公仔单纯公仔差不多1000万。因为我只统计到1000万，我就没有再去算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也很讨厌去就是算这些价格，跟去记这些价格，因为东西实在太多。以公仔这样的6年来说，在玩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，或是有什么体悟呢？就是会认识各行各业的人。就是我先前有遇到同一个群组，就是有杀猪的跟养猪的，供应链吧，算是供应。然后有认识警察啦，有老师啊，或者是开便利商店的啊，或者是开饮料店，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都有。然后你会觉得说玩一个公仔可以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人，其实还蛮有趣。有一些药剂师，然后你可能就会问他，吃这个药可不可以？不懂专业。对啊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所以你这边餐厅未来有什么打算？未来还是以维持持稳这样的态度去经营。那我没有打算回本，因为开这就是兴趣。虽然说现在资讯很公开，就是也很多人在分享，但还是有很多不太敢开始的。你这边有没有想对他们说的话？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玩的人多，然后做开箱文或者开箱影片相对的人多啊，那我觉得就是刚好去支持他们，就
就是增加他们的流量，多看他们的介绍影片。那当然也可以来我这边看一下实体，因为毕竟实体跟影片、照片这个区别是很大的。所以除了看我们这些开箱影片，那有这种来吃一顿饭，然后就可以欣赏到这么多很赞、这么牛逼的这个公仔，一定要来。好，各位，那我收藏家第5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今天感谢赛哥，我刚才有说，我们还有些海贼的收藏，各位看到最后，那我们这样啦，我下次见啦，拜拜。